戴着帽子，把头发都压瘪了。早晨跟那个家庭医生约10点40分去见家庭医生哈，因为呢，我5年之前做了一个肠镜，就是有一个肠道有个息肉嘛，他不是给切除掉了，然后这是5年以后呢，去那个复查一下，所以呢让他给开个单子。另外呢，还有就是老咳嗽哈，自从上次就是不是感冒过一次吗？感冒了就咳嗽，嗓子咳嗽哑了。自从感冒好了以后呢，这个咳嗽就没好，也不是说天天，偶尔有那么一个时间，突然间就嗓子痒，然后就会挺激烈的咳嗽一阵儿。这是我个人感觉哈，我觉得有点像咽炎，好像与痱子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又跟这个医生说了一下，他也问我说：“你是觉得你这个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啊，还是说一样啊？”我说没有越来越严重，如果要是肺部有问题，应该是越来越严重的哈。我要去看看这个，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就是 X 光片吧。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有那个有那个肺小结节哈。我说我有点担心，他说你没事儿查它干啥？也确实是没必要，就是做那个 CT 哈，对身体其实伤害还是挺大的。然后你查出来又能咋样呢？其实也没什么用，也就是个随访，然后你就从此心里就多了个负担，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次回国哈，我到底忍着我没有去做，其实就是到10月份就是1年嘛。其实1年应该是再查一下。哎呀，我一想我做这个牙，就那个拍那个片儿哈，就拍了好几个，不想老去让身体受那个辐射哈，所以我就忍着没有查，但是我不是有点咳嗽嘛哈，我心里头还是隐隐约约有点不放心吧。这医生还给我用听诊器听了听，所以他给我开了一个这个，然后我以为又要排队10几天20天呢。呀，没想到直接开完以后就到了那个医院哈，到那儿就做了，前面一个人都没有，哇，也有特别迅速的时候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1分钱也不用花，也不用挂号，所以你看哈，它加拿大的这个医疗呢，有它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也有它让你感觉很好的地方，就是包括他们住院呢，吃啊住啊，然后1分钱不要花。除非你花个停车费。然后豆角哥跟我一起去的哈，他就想去那 Costco 去超市，因为呢我们马上要去旅行嘛，就是还有5天时间。我们家里边呢又有鱼又有牛肉还有那个涮羊肉，其实5天足够了。他非得要去买，我就没让他去买。哎呀，这就生气了。他只要一进超市，他就失控。他会买来很多很多的，以后呢，你说这些新鲜的东西放到冰箱里，你又不能同时吃哈，呀，就变得就是急急忙忙的，赶紧每天吃啊吃啊，然后再加上我们马上要走了，你说非得要去买，他买东西哈，不是说需要去买了去买，他就把买东西当成一个遛弯逛街一样的，就是我就没让他买，就不高兴，说我要去。那我回家以后去那个华人超市，哎呀，我说你华人超市，因为我们晚上要请我那个德国的那个朋友海蒂吃饭，要去接他，正好路过那个华人超市哈，我说那你就晚上我们早走一会儿就去呗，你何必要单独开车去呢？我走之前哈，其实我跟海蒂联系了，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联系上他，我估计他可能是回德国了。他说他这一次回德国是他最后一次，因为他都80出头了。他说是最后一次回德国了。他其实你说父母也不在了，姐姐也不在了，他德国呢有2个弟弟，所以他回去呢是上他弟弟家。他觉得他现在年龄大了，好像也不能来回走了哈。他曾经说过，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去了。你看他虽然是2个弟弟哈，在德国。他每年都会回去，而且跟他弟弟的感情还不错。我看他弟弟也会到加拿大来，到他家来。他弟弟也是做生意的，然后他弟弟的孩子应该叫他的什么侄女儿哈，侄女儿结婚，你看他还
回德国去参加婚礼去。所以说老外不是不注重亲情，是人类吧都差不多。然后我走的时候呢，我就联系海蒂，没有联系上他。等我在国内的时候呢，他就给豆角哥发了一封邮件，然后他问说怎么联系不上我啦？然后你们现在在哪儿啊？这个小孙子是不是出生啦？还挺关心。所以我们这回回来呢，我这忙完了自己的事儿了，然后拉斯维加斯也结束了，回来也有时间了，我就约他，请他吃个饭。然后我们只要一起吃饭就会有一个传统节目，吃完饭上他家去玩牌。就是我每年打扑克的这个经历就是在他家，在别的地方从来没玩过。就是我其实不喜欢打牌，但是呢，在他家打牌呢，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他打牌的时候会把那个灯弄一个地灯然后就我们那个桌子上面有个灯，那种很温馨、很安静都挺喜欢那个氛围的。然后我也愿意看他，你看他现在80出头了思维相当敏捷，心算能力可强了，就是我算不过他的，都跟不上他的那个脑袋转的也快，就是我都跟不上他的思路，我这个不会打牌。所以今天晚上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曲目的然后我呢回来给他打电话就是他问我，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就是每天开始看小孙子啦？然后因为他之前反复嘱咐我，一定不要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一个状态，不要就是有了孙子，有了这个当了奶奶，你的生活就变成了围着这个小孙子转了，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那个时候我还小孙子没出生的时候，哎呀，他跟我讲过好几次。所以这一次打电话，他马上就问我，你是不是已经这样了？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就是亚洲人，还不光是华人，好像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我跟他说没有，我忙着走秀呢。然后他就笑了然后他就说，我怎么感觉你的英语这回回来以后，你这个英语都丢了？丢在了中国呀。我说我这个英语本身也没有啥，确实是。你说我这个英语就学了那么点时间，然后没有好好学，都是自己瞎说。所以说呢，他即便瞎说，他觉得我要是在这边跟他经常说一说呢，就变得流利一些。然后一回国回来，他就能听出来我不太会说了，确实是。连星期四我都记不清了。他说我们 Thursday， 我还得数 Thursday， 星期四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你看这个东西不是自己的母语真的是，就是我这个像我这种三脚猫，连三脚猫英语都算不上的人真的是一回国就忘了。来呢，其实回来也没好多少。但是比就是从来也不说会好一些吧。我平时其实也不说英语，很少。就像今天我去那个拍 X 光片然后豆角哥还在停车场，然后我就不知道往哪儿找这个 X 光室嘛，然后就问那个保安，就他告诉我呢。我一听有一个玻璃门，然后有一个电梯，然后够应当，然后反正你看，我就听懂3个词儿，我就找到了。豆角哥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吹树叶。他特别喜欢，拿着那个吹风机呼呼呼的把院子里边的树叶吹出来。然后吹完以后呢，他还会把我家侧面不是有一个小树林吗？那里边不是有一条那个小路吗？他就会上那个里边，都吹干净了。然后这是他喜欢干的事儿。另外他还喜欢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拿着水龙头冬天不是，到夏天的时候拿水龙头到处那个高压枪到处冲玻璃墙到处冲。然后你这一时半会儿他都冲不完，直到把我家的门和我儿子家的门都给冲坏了。因为那门都是木头的他拿着水就这么冲，我告诉他不让冲，他不听，然后呢把我家门冲变形了，就这个大门就不怎么好用了。然后到我儿子家也冲，把我儿子家那个门呢也给冲的不大好用了。
昨天我去健身房了，等于是我这个胳膊有问题以后，这不已经有4个月了哈，第一次去健身房，就是这个胳膊，我想去测试一下我这个胳膊到底是什么样了。我用了，基本上就是我平时用的那些器械呢，我都用了一遍，就是我的感觉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其实那些器械呢都能用，就是包括就是它不是有这个下拉的那个嘛哈，就是这个呢得慢一点儿，就是不能抬太高，得慢一点儿，也还是可以做的，还行。剩下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胳膊，不需要张开的，就是这个角度的，就是你往起拎呐、拉呀，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总体来说哈，我昨天用了有6、7个呀，那个器械哈，只有一个是不能做的，就是引体向上的那个，引体向上那个肯定是不行，我没敢做，是因为引体向上呢，你全靠把胳膊其实是拉直了。然后身体的重量都靠这胳膊，那这个胳膊那得相当的直，然后才行嘛。这个我没敢弄，因为你这一松开，你这个整个的身体去靠它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我没敢去尝试。站到顶上了，然后没敢试，我用手勾了勾，觉得不咋行，因为我这个胳膊还不敢使劲这样，然后你靠它去承受身体的重量，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这个我没有试。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其实是都可以做的。当然，我昨天做的呢，就是都没有上重量，全都是它的最轻量级的那个重量。因为我主要是想测试我的胳膊到底还能不能去健身房了。那我平时去健身房哈，也没有觉得有多好，然后只不过就是一个运动习惯，就是每天到那个点儿了就想去，就是这么一个习惯而已哈。可是。当我这个胳膊出现问题以后，医生说不要再去锻炼的时候，哈，哎呀，我那个心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哎呀，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能就是走进健身房，随心所欲的去做器械，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哈。可是之前呢，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这回胳膊一说不能锻炼了啊，我才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呀，心情可沮丧了。我就觉得哇，就是跟我兴致勃勃想要做的事情哈，一下子就静止了、停止了，就那种感觉。昨天呢，我想去测试一下，不行的话呢，我就准备退卡了，因为我那个健身卡呢是去的那是一个私人的，就是私人性质的一个健身房哈，它规模比较大，然后呢器械非常好，比就是社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呢。设备要更齐全，它也会更贵一些，它又不包括游泳，所以我想着说，如果主要是它的设备全、设备好，尤其练臀的设备也特别好，特别多，然后我就想着说，如果实在不行呢，那我就退了，我就在公共的这边办个年卡，我回国我还可以 cancel 掉，然后呢，它还包括游泳，而且它也不错。规模也很大，然后器械也很多，只不过就是练臀的器械没有那边多。没想到去了以后呢，这些器械都能做，但是呢，我没有尝试上重量，就是最轻的，比如说5磅啊、10磅啊，就这样的角度还都行。包括我一手拿了一个5磅的那个哑铃。然后我还尝试着这样做了，也还行，还能做一下这样。当然我不敢再开这个地方就不行了。这个角度也能做一做，这个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拿5磅的哈，我就感觉这个呢不受影响，因为只要这个肩不打开这个角度，这样的角度其实它是不受影响的，就是总体来说比我想象的要好的非常多，就是应该我还是可以继续在健身房运动的哈。然后昨天呢也看到了那个教练，我就跟教练说了，我说我回国一次也没练，我说就是因为我这个胳膊就是有损伤了嘛，然后还长了骨刺了。然后他跟我说呢，他说没事儿的，他说是可以练的，他说他的肩袖也有损伤，然后你看这个运动吧，总容易造成一些损伤，他肩袖也有损伤，他说呢。我觉得这点他说的对。
他说呢，你要就是先把它的炎症消掉，然后呢找到就是哪个角度是不能用力的，剩下的你就要运动。他说你要不运动的话，你就会都不能动了，这个胳膊还真是这样。他说他就是因为他教练嘛，他天天运动。他说他要有个什么事儿，隔个几天不运动，他这胳膊就不行。所以呢，他建议我，他说哪天他给我看一下，就是检测一下，然后哪个方向哪些动作我不能做，哪些是可以做的，让我再接着练。我说也行吧，反正这回我也不想再请教练了哈，因为我现在就变成了以那个恢复它的功能，以真的是一个活动为主。就是还达不到说正儿八经的像过去那样想练肌肉啊，目前还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我还是挺开心啊，这个是让我还有点意外的哈，我很开心。另外包括就是你看高尔夫这个运动呢，就是我这个胳膊也还行，我以为废了呢哈，还没废。我唯一的不行的其实就是往后，你看这个角度就不行，因为我健身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个角度做的事儿。所以就没觉得怎么样，反而是你看一回来，你看自己在家根本不行，就到这个角度就不敢使，这个地方就憋着疼，只能放到这儿，就往上一点都上不了了。你看这个地方就很疼，这个地方很疼呢，我又不敢使劲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腱袖撕裂的严重，还是说那个粘连的哈，就不知道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个就是我想，因为隔壁就有那个物理治疗师嘛，健身房隔壁就是一个物理治疗的地方，然后我让他帮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因为很专业，比如说你这个骨刺啊、腱袖撕裂呀、这些东西，跟我小哥也说不了，就是让他帮我去沟通一下，跟那个医生看看，就是他说你不相信，你去上他那儿去看，他也一定是。让你运动的，他说这个是绝对不能不运动的。这个我自己通过这4个月，我也有这种感觉，确实要运动。我昨天，我昨天只做了这个上半身的运动哈，就是尝试每一项都尝试了一遍嘛，就是与上肢有关系的，包括哈，就是我手拉着这个东西，然后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到45度，然后全靠胳膊这样的。拉起来，这样的拉起来，就包括这个我也能做。做完以后哈，我当时就能，你看今天又不咋行了，我当时就能把这个胳膊，2个手就这样可以这样了，然后还可以这样抱头啊。你看我现在就又有点费劲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你看这边能抬这么高哈，就是当时运动完以后，我这胳膊就能跟这边一样抬，然后就有点自如这样的哈。你看现在又不行了，就是运动还是需要的。可能一会儿下午呢，我就再去做一做这个下半身，因为我这放的时间太长了，基本上从6月11号到今天5个月都没有锻炼哈。说实话，之前好不容易锻炼起来的那点肌肉啊，全都没了，就是尤其是臀部哈，在我回去之前，我这臀部都有明显的变化了，挺不容易的，其实现在又没了。这个肌肉哈，你看练起来很难，但是流失是非常快的。就别说我这5个月了，其实就是他们长期健身的人，你有个20天不练，你这个肌肉就开始就不行了。然后，但是他练呢，往回练呢，他更容易一些。这一次呢，就是我又能去健身房呢。我好像跟以前感觉不太一样了，有点特别珍惜的感觉哈，觉得我还能再走回去，我这胳膊还能上那个设备上去做一做，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哈，很好了。所以呢，要好好的这个珍惜哈。然后呢，我也不跟着教练去练了，我也不想去练成啥了。只是想着说保持一个运动的一个功能吧，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是我这胳膊应该炎症没有消掉，只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怕凉了。我感觉你活动的时候它就不怕凉。